1900年，腐败的满清王朝犹如一座江青大厦，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。每天早上，北京的外国使馆区都会升起五颜六色的国旗。当然，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，就是瓜分中国。面对清廷的无能和列强的侵略，民间老百姓掀起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。除了对洋人大肆袭杀外，还炸毁了不少的教堂和铁路。内外交困的局势搞得慈禧太后是焦头烂额，而朝廷中对此形成了两派：以荣禄为首的保守派坚持出兵镇压，对抓获的全民一律斩首示众，如任由他们肆意妄为，恐会招来西方列强的复仇大军。以端亲王为首的主战派则非常支持义和团抵抗洋人，认为他们都有神明护佑，必然能出奇制胜。这天，美国少校刘易斯进入北京时，亲眼目睹了一个英国人被义和团绑在水车上实施酷刑。善良正义的他走上前去，想用40元买下这个垂死的英国人，但等救下后，人已经死了。全民声称刘易斯打断了行刑仪式，要求他必须支付20元。在争执中，手下士兵开枪打死了偷袭的全民，刘易斯呢只好拿出20元以作赔偿。不久后，在各国公使盛大豪华的舞会上，受邀的端亲王让义和团在大厅里舞刀弄剑，并让刘易斯当着自己的面杀个全民试试。此举明面上是为大家表演助兴，实则上呢却是对刘易斯的威吓，也是对列强的挑衅。第二天，德国公使被义和团当街乱刀砍死。英国公使于是带着刘易斯前往紫禁城讨要说法，而慈禧的态度颇为强硬，说中国的18个省份中就有13个在你们洋人的控制下，外国军舰占领了大清的港口，外国商人接管了大清的银行。如今中国就像一头奄奄一息的奶牛，你们榨干了乳汁，又要割皮吃肉，所以我们大清臣民有些反抗是很正常的。当英国公使要求处决幕后凶手端亲王时，慈禧更是勃然大怒，命令所有洋人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，否则谁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。离开紫禁城时，英国公使和刘易斯被愤怒的民众包围着，要不是守卫队及时来援，恐怕早已被乱棍打死。面对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，11国公使纷纷打算离开，但英国公使却让列强要团结起来一起抵抗，那样中国才不敢轻举妄动。况且强大的英军正在支援北京的路上，到时候对付义和团是绰绰有余。在英国公使的说服下，大家一致决定留在北京坚守。虽然各国使馆全部加起来只有区区的400多个士兵，但他们还是动用一切东西来进行防御，就连树也被拿来制作路障。很快，使馆联军在城中、城门、城外就设立起了3道战壕防线。随着外国居民的逃离躲藏，义和团发起了第一次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。尽管他们凭着人多突破了第1道外部防线，可刀叉、斧钺这些冷兵器在洋人的先进炮火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，不多时呢便被打得落荒而逃。夜半时分，义和团派大部队悄悄地爬上了城墙，待翌日天刚亮便开始了正式进攻。面对排山倒海的攻势，刘易斯和手下不慌不忙，推着自制的炮车守住路口，来一波放一发，上多少是死多少。这正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与此同时，城内的联军机枪也在不断的辅助扫射。先前还勇猛无畏的义和团，没一会功夫便被打成了乌合之众，纷纷溃散逃命。不过战场上的胜败是瞬息万变。此时慈禧在端亲王的说服下，正式派兵前去攻击增援的英军，并炸毁铁路，逼得他们只能沿海河撤退。当消息传到使馆区时，各国公使无不灰心丧气。而端亲王见外国联军仍拒不投降，于是下令使用大炮对使馆区进行狂轰乱炸，不少无辜的外国居民因此丧生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英国公使和刘易斯趁着清廷举办庆功会时，悄悄地潜过了护城河，然后扮成义和团的样子混入了清朝的军火库，一举引爆了所有的炮弹炸药，让原本底气十足的清廷上下一片哗然。深感愤怒的端亲王一口咬定荣禄是使馆联军的内应，可这却遭到了慈禧的严厉责问，
说你夸下海口，但洋鬼子还是一天天的强大了起来。如今弹药被毁，实力大损，就连紫禁城也是朝不保夕。最后，慈禧经过一番考虑，决定让荣禄去与洋人停战讲和。但事态并没有因此平息，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此时已抵达天津，要和清朝开战。欣喜不已的刘易斯越过重重阻碍，将使馆区的战况传送出去，让联军迅速前来救援。清廷慌乱之际，义和团打着复清灭洋的旗帜，对使馆区进行了全面轰炸。面对源源不断的猛烈炮火，弹尽粮绝的联军们只能展开困守之斗。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牧师让大家找来煤油、火药、酒瓶以及大铜壶，现场制作出了简易的燃烧弹。经过多次发射，终于有一枚击中了义和团炮车上的弹药库。霎时间火光冲天，高大的炮车很快就变成了巨型的烟花筒，炸得全民们纷纷逃命。就这样，在刘易斯和英国公使的带领下，大家齐心协力击退了义和团的一次又一次进攻。坚持了55天后，八国联军终于抵达了北京。使馆区的洋人们欢呼之余，纷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而无力反抗的慈禧太后只能化妆成农妇的样子仓皇出逃。这部美国拍摄的《北京55日》于1963年上映，该片一共投资了1700万美元。按照当时的物价来说，完全是1等1的大制作。由于那时中美还未建交，不能在中国取景，所以导演硬是在西班牙的沙漠中搭了一座北京城出来。虽然是临时搭建的，但市井街道的生活气息、城楼的整体构造都比较逼真，战争场面也很壮观和真实，个别几个镜头甚至可以说是玩命。但对于豪华宏伟的紫禁城，导演呢就显得无能为力了，只能建造一个缩小版的天坛来代替。而在演员方面，导演从整个西班牙找来了数千个华人当群众演员，主角则全部由外国人担任。像端亲王蜥蜴般的五官面孔简直不忍直视，不过他英灵恶世的样子确实符合这个角色阴险毒辣的性格。包括慈禧太后，虽然讲了一口英语，但却很好地演绎出了一个统治者的威严气势和杀伐果断的魄力。但这部电影最特别的在于剧情，美国导演作为侵略者的角度去拍摄这段历史，自然少不了巧妙无耻的美化，其手段很是高明。首先，片中大致的情节脉络确实是符合历史的哦，像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剥削是真，义和团的反抗报复也是真，而清廷放纵全民袭击洋人，对使馆区进行轰炸，确实是导致八国联军进攻的直接原因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并不只是单纯的来救援本国那些无辜的小可爱，而是以此为借口，进一步掠夺瓜分中国。但是八国联军除了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外，还将紫禁城、颐和园等处的文物珍宝洗劫一空，接着又进军占领了保定、张家口、山海关等地。俄国沙皇还出动了17万部队占领了东北。最后，侵华的8个国家加上另外3国，一共11国逼着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，所要的赔偿高达4.5亿两白银。这彻底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，而满清王朝也成为了列强统治中国的傀儡和代言人。历史是由人写的，可铁证如山的事实不会说谎。所以导演很聪明，他巧妙无耻地掐头去尾，对烧杀抢掠的事实闭口不提，在关键处戛然而止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显现出英美两国的不屈和勇敢，才能让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演变成让人潸然泪下的救援战争。他们已经忘记了谁是侵略者，谁抢占了他国的土地。就好比一个强盗抢占了你家的后院，你拎着菜刀要将其赶走，但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的地盘，真是可笑至极，荒唐至极。如果从艺术角度来看，我不否认这是部一流水准的大作，但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看不起这种导演，因为他没有勇气道歉，更没有勇气面对历史。